在土耳其发生地震后的2小时不到，我国就获得了灾区的卫星图像。那么，在未来可能到来的台海冲突中，我军能够在几小时内获得台岛的卫星图像呢？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土耳其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在短短1天的时间内连震4次。由于这次的地震已接近8级，并且余震不断，所以土耳其国内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没有任何人知道地震现场的具体情况。为了获取此次震区灾情，卫星就成了主要的手段。为此，我国的商业卫星公司天仪研究所在第一时间就动用了巢湖1号卫星，对事发地进行紧急成像。在不到2小时的时间内，也就是11时5分，成功获取了灾区中心及周边区域的雷达遥感影像。在获取了土耳其的灾区卫星图像后，由于此地余震不断，所以我国并没有立即派遣救援队抵达灾区进行救援，而是到8日震情稳定之后，派出了82名救援人员组成的队伍，携带了20吨的物资前往了土耳其进行救援。经过了10个小时之后，到达了土耳其，与当地政府商讨了抗震救灾的具体事项。一直以来，我国的卫星公司都不显山不漏水。很多人认为，在卫星商业这块，美国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在美国的多家商业卫星公司中，最著名的就属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系统。由于星链系统已经做到了覆盖全球，所以在战场上的乌军通过星链系统多次获知了俄军的行动部署以及重要任务的信息，给俄军带来了不小的损失。而其他的卫星公司如谷歌这种更是时常盯着我国，每次我国有什么动静，总能第一时间就报道出来。福建舰的组装情况，某些重要军事项目的建设情况等等。事实上，这次的主角天仪研究所的名气也不小了。前段时间，美国还对这个公司进行了制裁，而能被美国制裁的公司，无疑不是世界顶尖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还不够格让美国制裁的呢。在这次的地震中，我国的卫星算是刷足了存在感，再一次的让人们知道了中国速度，更是让某些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国能够在2小时的时间内就获取土耳其的震区卫星图，那么也能在2小时甚至1小时之内获取台湾岛的卫星地图，从而在短时间内就掌控台岛全局，为接下来的行动做部署。从地图上来看，土耳其首都到我国首都的直线距离有着6820公里，如此长的航程，我国的救援队在携带了20吨物资的情况下，只花费了10小时的时间就达到。同样对比台岛，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花费的时间将更少。我国大陆距离台岛的距离仅为130公里，运20的最大飞行速度为每小时920公里。这么换算一下，运20在1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飞行153公里。也就是说，如果未来我军需要的话，能够在10分钟之内就将大量的物资投送到台岛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反应得过来。有人可能想说，既然10分钟就能到了，那这个卫星图出来的这么慢，岂不是没办法获取台岛的具体情况，从而进行针对性的部署了吗？这一点更是不用担心。本次放出的土耳其地震灾区卫星图只是我国的商业卫星，在传播图像的清晰度和速度上本身就不如军用卫星。对数千公里外的土耳其进行探测完之后还要解析，自然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军用卫星不同，我国的军用卫星已经可以做到全球全天候覆盖，在清晰度上也比商用的高很多。再加上在背后的专业技术团队，如果我军要对台岛进行卫星图像分析的话，那么可以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内就获得全部的信息。在获得这些信息后，就可以进行针对性的部署。而1小时之内获得台岛的详细情况，再花1小时进行专门的部署，到达台岛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快的速度，再加上我军的投送量，完全可以说是神兵天降，在数个小时的时间内就能掌握台岛的全部局势。由此可见，我国的卫星不仅仅是能够提供便利，在需要的时候还能保护我国主权。至于美国嚷嚷的什么监视气球，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民用卫星看其他国家都这么清晰了，难道还要放个气球大摇大摆地飞过太平洋去监视？